帮仆爷爷摘了一天的果子，换来的糖葫芦，娘亲一定会喜欢的。这怎么就想不开了呢？他女儿还那么小，可怜呐。有什么好可怜的？婚前失贞被夫家赶出了门，男孩子呀，是他偷男人生的野种。他娘还欠我7两银子呢。是，王大娘他们都围在我家做什么？这欠我的钱怎么办？娘亲，娘亲，你醒醒！丫头，你娘她自尽了，快去中永侯府找你爹吧。他根本就不是中原侯府的种，人家那边都不认他。你给我起来！你娘还欠我钱呢，走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把你卖到怡红院，替你娘还债。走！我不要去！由不得你！别！不准欺负周周！老连的野狗！王爷，你遇刺了。区区几个小毛贼，还伤不到我。刚才调查的如何？情况已经探查清楚，是被中永侯府世子爷休憩的温家大小姐，她在院子里自杀了，留下了一个5岁的女娃娃，听说是个野种，不是中永侯府的孩子。5岁女娃娃？若是本王和那女子能有孩子，也快5岁了吧？只可惜，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他。把这个人带回去，查查他的幕后主使是谁。是。哎，王爷，这去哪儿啊？谢谢你帮我。中永侯府的西世子夫人拿你的性命威胁你娘亲，她就真的乖乖自杀了。什么？我娘是因为我才死的。做娘亲的真是伟大呀。娘亲，竟与本王有几分相似。丫头，要爹爹不要？你说这小姑娘啊，这家也是真惨呐！大善人，能不能帮我埋了娘亲，张张没钱？娘亲，张张一定会给你报仇。
哀家不过是让那摄政王去相那姑娘，他倒好，将那姑娘的眉毛给烧了，这让哀家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女娃娃？皇上还年轻，您不能指望皇上多生几个。那个生不出女儿的不孝子，哀家还指望他？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满后宫的女人就没一个生出女儿的，真是造孽。叔叔，我们要去哪儿？从今以后叫爹爹。爹爹。爹爹啊，带你去见家人。母后，这是本王的女儿昭昭。哎呦，你哪儿来的孩子？母后不觉得她和本王很像？这孩子长得与摄政王小时候像极了，尤其是这眉眼和嘴巴，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真是你的孩子？总归是要当亲生的养，是不是也没有关系。昭昭，叫皇祖母。皇祖母。哎呦，来，让皇祖母抱抱。哎呦，这小脸蛋儿啊！摄政王，你怎么偷偷背着我们养了个女儿，跟你长得很像，好乖好甜。哪里像啊？分明更像本殿下。皇叔绝对是抢了本殿下的女儿。你占本王便宜啊！皇兄好不要脸，自己不想娶妻，就想抢别人的。小娃娃，本殿下看你颇有几分眼缘，可否和本殿下回府玩啊？爹爹，他们是谁？怎么一上来就想抢走昭昭？昭昭别怕。朕还在这儿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？哼，昭昭，这是你的黄伯伯。昭昭喜欢什么？你快说，只要朕有的，全都给你搜罗过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黄伯伯，昭昭想要好多桃子，以前买不起桃子，昭昭都是爬到树上摘野桃子，可是野桃子都好小好涩呀，吃了嘴巴都麻麻的。你就是这么养昭昭的？我看你也不像是能养好孩子的样子，不如把昭昭过继给朕，朕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那是本王找到昭昭以前的事情，以后本王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皇兄想要女儿的话，可以和嫂嫂再努努力，再生一个。别得意，朕肯定能生一个女儿。都生了3个了，全是男孩，放过我吧！我跟你说，母后生一个吧。夫人，再生一个。母后，你就再给我生一个妹妹吧！你看昭昭那么可爱，大家都想要妹妹。不要这样的。这些人好像都不讨厌我，而且还都是爹爹的亲人。昭昭以后也有亲人了。昭昭，多吃一点。爹爹，昭昭吃不下了。好，我们不吃了。母后，啊，儿臣就先带昭昭回府了。哟，常带昭昭来玩啊。黄伯伯，我会常来玩的。再见，昭昭再见，昭昭再见啊！昭昭再见。再见。我也。昭
昭昭，爹爹还有公事处理，爹爹让人先送你回屋好不好？我可以在旁边等爹爹吗？昭昭不想跟爹爹分开。爹爹是要去审讯犯人，你不害怕吗？有爹爹在，昭昭什么都不怕。好，一会儿可别哭鼻子哦。嗯。少少，少少，少！哎，王爷，刺客还是不肯招供。王爷怎么把郡主也带来了？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否则本王不介意一刀刀将你凌迟处死。呸！想知道我主子是谁？等你死了，我再告诉你！还敢嘴硬！还敢嘴硬！我在淮南王府见过他。上次我偷吃了王府里的一点儿糕点，他就想杀了我。还好我跑得快。他就要死了。摄政王可是凶残的很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爹爹是大好人，天大的好人，才不凶呢。他是在和我们说话吗？不确定，再看看。没错，我就是在和你们说话。我们可以和人交流啦！快多积攒点福气，我们就要成仙了。小丫头，他是淮南王养的死士，就是他想要刺杀你爹爹。好像是你爹爹拿了他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把那东西泄露出去，一次刺杀不成，他们还会派人刺杀第二次的。嘿，可恶，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昭昭，是不是害怕了？爹爹，淮南王是主使，小老鼠说他们还会派人来刺杀你的。你说谁？淮南王啊！淮南王？难道是淮南王？你怎么知道？刚刚有2只小老鼠说他们之所以刺杀你，好像是你拿走了淮南王的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怕你把东西泄露出去才刺杀你的。王爷，可是您和淮南王交情甚浅，如何拿他重要的东西啊？爹爹是不相信昭昭吗？不是，爹爹是很惊讶，昭昭竟然能听懂老鼠说话。昭昭很厉害的。我们昭昭啊，最棒了。怎么可能有人会听得懂动物说话呀？也就只有王爷愿意这么哄着郡主了。你以为你不说，本王就不知道你是淮南王的人？你怎么知道？不，我不是。你想攀咬淮南王，我才不上当。是吗？那你就不想知道那东西被本王藏在哪儿？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那东西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是死士，你怎么会知道？郡主还真能听懂老鼠说话。说吧，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淮南王宁可刺杀本王，也不敢向我讨要？你不知道，你炸我！我们收到的命令就是找一件女子的东西，又没说是什么。我知道，淮南王痴恋皇贵妃，奈何皇贵妃嫁给了皇帝，他忍受不了相思之苦，便让人偷了肚兜放在床头毒死人。可惜上次太后生辰宴，淮南王喝了酒，肚兜不小心遗落，被太后的猫叼走。摄政王刚好路过，他就以为是摄政王捡走了。爹爹，什么是睹物思人啊？还有，淮南王为什么要偷皇贵妃的肚兜？郡主说什么？淮南王偷了皇贵妃的肚兜，还睹物思人？这也是老鼠告诉你的？淮南王弄丢了皇贵妃的肚兜，还以为是爹爹捡走了，怕爹爹伤害皇贵妃，才要杀你灭口。这淮南王是不是有病？主人就为了个肚兜，让我们来送死？不用审了，放他回去。告诉淮南王，本王可没兴趣偷他什么肚兜。是。昭昭，我们走。
爹爹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找淮南王算账啊？淮南王曾为大圣朝立下汗马功劳，上阵杀敌，被敌人断了根本。即便对皇贵妃有想法，也无济于事。况且，皇兄对他有愧，知道了，也拿他没办法。唉，爹爹受委屈了。昭昭，你能听懂老鼠说话这件事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。爹爹担心有人会伤害你。我知道了。昭昭最棒了。昭昭，快看六哥给你带了什么？昭昭更喜欢亮闪闪的珠宝，对不对？这么早，你们俩来干什么？皇祖母怕昭昭无聊，特意派我们来陪昭昭玩的。想留下来也可以，但若是让本王知道昭昭受了委屈，皇叔放心，有我们在，没人能欺负昭昭。昭昭，爹爹先去昭玉寺处理公务了。昭昭，哥哥带你去白鹿书院玩好不好？那里有好多跟你一样大的学子。好。都怪中永侯府欺负小昭昭和他的娘亲，我吃穷你！臭老鼠，敢吃本小姐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叔叔，住手！不准打他们！不准打他们！没长眼的东西，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？谁准你打我妹妹的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表哥，这个小贱人故意放老鼠吓我。我没有。什么？果然是一群低贱的平民，老鼠这种恶心的东西都敢碰，还不快给我妹妹道歉！虽然不知道昭昭为什么要帮小老鼠，但是想要昭昭道歉，你做梦！不道歉，我连你们一起打！放肆！你们当老夫的学堂是什么地方？把你们的家人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置你们。来这里读书的人都隐瞒了身份，敢让皇帝爹爹过来，失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当然要把他们的爹娘叫过来，敢打侯府的人。对不起，二哥、六哥，昭昭惹祸了。昭昭别怕，有哥哥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瑶儿，你脸上的伤怎么来的？都怪那个坏丫头，她放老鼠吓我，还让人打伤了哥哥。这丫头怎么有点眼熟？打不过就告状，明明是你们先动手的。你们的爹娘呢？你还不配见他们，我爹爹可是世子爷。瑶瑶若非别人主动招惹，是断不会主动欺负人的。你小小年纪就怂恿他人打架，心机怎么如此深重？你爹娘是如何教你的？钟永侯世子，就是将昭昭母亲休弃出门的人。哼！参见摄政王。爹爹，本王的女儿，还轮不到苏世子来批判。她是您的女儿，可我记得摄政王并未娶亲，何来的女儿啊？怎么？本王娶没娶亲，纳没纳妾，与谁睡了，难道还要一一向世子禀报？在下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本王的女儿是假的，本王在故意找世子不痛快是吗？在下给本王的女儿道歉。是在下没有教好女儿。还有你，苏群，这么大的人还主动挑起是非，还不快快给郡主道歉？小贱人的父亲居然比我的父亲厉害，木瑶错了，不该出手打郡主。是苏洵错了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求郡主原谅。若再有下次，本王会直接替你管教。小女娃和那弃妇竟有几分神似，难
道那弃妇怀的野种是摄政王的？昭昭，以前可曾见过这个苏世子？昭昭并未见过他，爹爹为何这般问？看来昭昭和他的娘亲已经被赶出忠永侯府多年，没见过最好。像他这种烂人，昭昭还是不要跟他扯上关系。昭昭都听爹爹的。好，皇叔，我们厉害吧？今天可是保护了昭昭妹妹呢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宫里传来消息，太子殿下的毒又发作了。昭昭，让青梅先带你回府，爹爹要去到皇宫。郡主，咱们回去吧。太子殿下那毒是有人从西戎带回来的，那些御医太笨了，皇宫里就有解毒的药。小鸟，你愿意和我去救太子殿下吗？郡主，你在和小鸟说话吗？我跟你走，那些人不会把我关起来吧？不会的，昭昭一定会保护你的。求求你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郡主，小鸟怎么可能听懂人说话呢？小鸟，你飞到我手上来。郡主，你跑慢点儿，好慢点儿！爹爹，等等我！昭昭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子哥哥的毒，我知道解药在哪里，你快带昭昭进宫。这也是小鸟告诉你的？揍死我了！还不如让我去死！我的好，到底是谁敢给你下毒？此毒微臣闻所未闻，太子殿下此次毒发尤其猛烈，以往的办法已经压制不住。若是能知道太子身中何毒，微臣还有办法。摄政王到！本王曾在攻打西戎时见过这种毒，叫噬心曼陀。王爷如何得知？王爷之前怎么没有发现此毒的来源？本王也是刚刚才知道。噬心曼陀起初症状并不明显，本王也是今日看到他脸上的青痕才想起来。那解药是什么？就在花园西边的土里，有一株冰雪莲可以救他。我飞去那里玩的时候看过。我知道解药在哪儿，我带你们去找。昭昭怎会知道解药？这是敌国西戎而来之毒，难道小郡主的生母乃是西戎之人？皇兄，昭昭生母并非西戎之人，皇儿生命垂危，请相信昭昭。快随昭昭去找。是。此处并没有冰雪莲，小娃娃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有冰雪莲啊？小鸟，你还记得在哪儿吗？奇怪，冰雪莲呢？我前2天飞到这里，明明还有的。我们在此地搜寻了这么久，太子性命堪忧，就不应该相信这个小娃娃的话。简直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咱们赶紧回去吧，要是救不回太子，小命难保啊！快走，快接着耽误时间。各位御医，请留步。别走，我一定会找到冰雪莲的。唉，冰雪莲原本是长在这儿，但是刚刚被一个人拔了，悄悄往冷宫那边跑。爹爹，有人拔了冰雪莲往冷宫跑了，我们一定要追回冰雪莲。什么？昭昭在这等我。这小丫头竟然能听懂本喵说话。站住！你是太子的长侍太监。
父皇，母后，孩儿不孝，未能尽孝。你们这群庸医，治不了太子，朕捉你们九族！我找到冰雪莲啦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郡主福星高照，还真被您找到了。微臣这就去研药。多亏郡主救了我们老命啊！好啊！就是他给太子下毒，本王怀疑他是西戎的细作。刚才还先我们一步偷了冰雪莲，想要置太子于死地。西戎简直活腻了，兽道伸到我们大圣皇宫里来了。胆敢害朕的太子，西戎最缺速脉，从今以后，大圣再也不向西戎买一粒速脉。是。父皇，母后，儿臣感觉好多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昭昭，这次功劳都是你的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，朕都允了。就算是你想当朕的公主，朕也允了。谢谢黄伯伯，昭昭不要任何奖赏，昭昭只要我们一家人永远平平安安的。时辰不早，本王先带昭昭回去歇息了。坏大哥，一天就知道抢本王女儿。昭昭，回家。哎呀，不就是生了一个又可爱聪明又乖巧的女儿吗？朕也可以。小丫头，你终于醒了！你爹爹这会儿快哭了，快去安慰你爹爹。爹爹为什么要哭啊？因为那个肩宽腰细还异常俊美的大奸臣姜慈州，他和你爹爹的关系可不一般哦。啊！他姜慈州凭什么自杀？他的命都是本王给的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他有什么资格死？王爷您消消气儿，好在姜大人这次就……给本王滚！郡主，你先回去吧，王爷这会儿还在气头上。爹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？大理寺少卿姜慈州是王爷的好友，早上被丫鬟发现，又在房中自杀了。他为什么要自杀？是不是像娘亲那样自杀呢？让你多嘴，都忙完了。爹爹，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昭昭给你唱歌。昭昭，爹爹没事。但是昭昭愿意给爹爹唱歌，爹爹当然愿意听了。断竹续竹飞土竹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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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竹续竹是昭昭的歌声。飞土。昭昭，你唱得很好，但是不要再唱了。其
青梅姐姐，是不是昭昭唱歌太难听了，爹爹才将昭昭赶出来？小郡主简直唱歌成灾啊！来了那么多动物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府遭了什么劫难呢。郡主，王爷怎么会不要你呢？王爷呀，是说你唱歌太辛苦了，这才让奴婢带你出来好吃好喝的呀。就是他们，是他们经常来欺负娘亲，娘亲才会自杀的。小郡主，你怎么了？昭昭还不能死，昭昭还要替娘亲报仇。哎，郡主你怎么了？等等奴婢。表姐，你在看什么？肯定是看错了，那个野种怎么可能会有婢女？之前让你做的事都办妥了吗？表姐，你就放心吧，现在你才是世子夫人，那个人早死了，留下个小野种能翻起什么风浪？当初毁他清白的人，指不定是哪里冒出来的乞丐呢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将那小野种给我一并处理了，办成了，我让世子安排你进户部。表姐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郡主，郡主你在哪儿啊？郡主，不行，我得回去告诉王爷，让王爷安排人一起来找。就是他，抓！你要干嘛？当然是把你带走了。妈的，敢咬我，给我打！你是谁？老子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！我们可是翰林院沈清大人的人。你们威胁我？阿玉，打一顿。本官乃大理寺少卿，有本事让沈府的人亲自来找本官。是，少爷。娘！走！小姑娘，坏人已经被打跑了，你还不走吗？我……他看着和某人很眼熟，先把他带回府吧。是。王爷，人可找到了。属下查到，小郡主在朱雀路南侧消失。她消失的时候有人经过，青梅还在找，你也别太担心。属下已经派人去搜索了。何人敢伤害本王的女儿？本王吊驾他死无全尸。是城南的张龙和张虎二兄弟，此二人是沈清的人。沈清是温家的外戚。温家，温世宜的家人。王爷，小郡主的母亲已经去了，他们还是不肯放过小郡主吗？带上人，跟本王去沈家算账。是。你们被一个小野种给打成这样？不是的，大人，是半路杀这个大理寺少卿，保护了那个小野种。是大理寺少卿？难道大理寺少卿是那小野种的爹？王爷，王爷突然大驾光临，不是？把张龙和张虎给本王带出来。小的张虎，小的张龙，大人大人，小郡主在哪儿？你们活腻了？敢动摄政王的女儿？我没有动她，她被大理寺的少卿给带走了。
沈大人御下不利，重打50大板。张龙、张虎意图杀害郡主，直接杖毙。王爷饶命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饶命！王爷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他凭什么那么好命，变成了郡主？还好我们温家有人在后宫能收拾他。好吃，好吃！大奸臣给的骨头真好吃。还好大奸臣救了你。我听到兄弟们传来的消息，立马就赶过来了。难道是大奸臣救了我？他看起来也不像坏人啊。那他为什么叫大奸臣呢？因为3年前的凶杀案，张屠夫杀了邻居家4岁小女儿王小花。可是大奸臣非说张屠夫不是真凶。王小花的母亲悲痛欲绝，还在堂前撞柱而亡了。张屠夫后来也被问斩，这件事就这么结案了。但是因为他逼死了王小花的母亲，所以百姓们都觉得他是个大奸臣，善恶不分。如果凶手不是张屠夫，那凶手会是谁呢？张屠夫还有个儿子叫做张云，总不能是他6岁的儿子杀的吧？狗狗，你不是有很多狗狗朋友们吗？能不能帮忙找找证据？说不定大奸臣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想帮大奸臣？美人叔叔救了我，我不能忘恩负义。狗狗，你能帮我打听打听消息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我这就去帮你打听。那小丫头应该快醒了。哼，将此招！本王的闺女在哪儿？哼，果然，第一眼见到那小丫头，就觉得这2张脸长得如此相似。摄政王还真是风流啊，还未娶妻，闺女已经这么大了。少废话，快点！爹爹！昭昭，下次可不许这么乱跑，万一遇到危险，就凭你这小身板怎么跑得掉？参见摄政王，少卿大人。大人，3年前张屠夫分尸案的凶手又出现了。我就知道当年另有其凶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今日有人报案，城郊一处人家的孩子被杀了。我们赶到现场查看，发现死者被杀的手法和痕迹都和3年前张屠夫案的作案一致，且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剔骨刀。如果当初那些人肯相信大人，让大人继续追查下去，找到凶手，城郊的小孩子也不会出事了。美人叔叔，昭昭相信你，这次一定能抓到真正的凶手，替那2个死去的孩子报仇。本官若不抓到他，这辈子都不娶妻。哼！爹爹，带着昭昭一起去。不行，凶案现场不适合你一个小孩子看，更何况凶手很可能藏匿在附近，万一盯上你怎么办？爹爹可以派人保护昭昭啊，昭昭还有很多动物小朋友，说不定还能帮爹爹找到线索呢。好，不过你可不许再乱跑了。如果遇到危险，你就唱歌。啊！散了，都散开！大理寺办案。保护好郡主。是。小郡主，危险！快下来！那我怎么了解事情的经过嘛？妈呀嘞，真的杀人了！那小兔崽子看着就很凶，天天来这儿盯梢。我还以为他看上了小翠，结果是看上人家的小命了。小兔兔，你聪明机智，知道谁是坏人吗？那当然知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街头张屠夫家的儿子，他7天前就开始天天来这里蹲着。
小黄狗说过，张屠夫家的儿子张云3年前才6岁，今年也才9岁，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？那他杀人的时候，你亲眼看到了吗？没有，但肯定是他没错，否则他为什么要一直盯着人家小娃娃？可是，走吧走吧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走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别看了。昭昭，爹，爹，你就这，然后就这。好，爹爹知道了。查一下张屠夫的儿子，有人看到他从7天前就开始出现在这附近。那人在哪儿？我派人带过来询问。是昭昭听别人说的，并没有看见是谁。凶手真的会是个少年。阿玉，将张屠夫的儿子张云带去大理寺，另外将那剔骨刀带上，与张屠夫家的刀具做对比。是，大人。真可惜啊！张云，你还不认罪？大人冤枉，小人去看小翠，是因为她每天都吃不饱，我想给她送吃的，请大人明察。哼，你父亲的剔骨刀出现在小翠家里头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抵赖？你们快放了我儿子！他是冤枉的，他连杀猪都不敢，怎么可能杀人啊？娘，咦，这不是给我喂骨头的张云吗？他才不可能杀人呢！哎，小丫头，我已经调查回来了，3年前真正的杀人犯不是张屠夫，也不是张屠夫的儿子。3年前的真凶，其实是王小花的父亲王大牛。不可能，王大牛是王小花的爹，怎么可能杀王小花？王大牛根本不是王小花的亲爹。3年前，他想要侵犯王小花，王小花一时反抗，结果被他掐死，最后栽赃陷害给了过来送猪肉的张屠夫。小黄，你确定吗？那王大牛就是个变态，他到现在还藏着杀害王小花的凶器，经常半夜拿出来欣赏。我还听说，他说那刀太久没用了，都生锈了。没想到这次他竟然又栽赃陷害给了张屠夫的儿子。完蛋了，小丫头，咱们冤枉了好人。爹，快告诉美人叔叔，张云不是凶手，他和他爹张屠夫都是被栽赃陷害的。狗狗说，真正的凶手是王大牛，凶器就被他藏在他家的床底下。此话当真？快去救张云，不然他会被砍头的。昭昭身份特殊，可以听懂动物说话，此事万不可声张。张云，你杀害小翠，证据确凿，本官判你斩立决。大人明察，小翠真不是我杀的。大人且慢。凶手另有其人。阿玉，去把王大牛带过来。这不可能，没人能知道是我杀了他们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这是从你暗格里搜出来的凶器。王大牛，你杀害王小花以及小翠，明日午时即刻问斩。你们要是杀了我，大理寺少卿身上的嗜血毒就没人能解了，死毒无人能解，除非你们放了我。原来少爷的嗜血毒是你下的。王大牛，死到临头还敢威胁，你不怕本王将你当即凌迟处死？反正都要死，要死我也拉个垫背的。老子的命不值钱，大理寺少卿他是官，他的命可就不一样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本官是朝廷命官，和你当然不一样。
本官是朝廷命官，即便是死，也绝不允许你这种畜生存活于世。拉下去！是。本王虽然佩服你做事的态度，但你为了一个畜生，命都不要了吗？小丫头，白云山上的罗药仙有一棵仙树，或许可以去求仙树。爹爹，快跟我去趟白云山。好，仙树啊仙树，老头子我天天浇水施肥，你也不给我老头子结个果，是不是诚心想气死我？老爷爷，这棵就是传说中的仙树吗？是又怎么样？这个老树精啊，抠搜得很。我养它了5年，它一个仙果都不结。你想要仙果啊，它肯定不会给你的。仙树爷爷，我叔叔中了蛊毒，你可不可以给他一颗果子救救他呀？小娃娃，他不会给你仙果的，他要给你仙果，我叫你姑奶奶。是仙果，真的是仙果。你这个白眼狼，老头我精心照顾了你这么久，一个仙果你都不舍得给我。这小娃娃他撒个娇你就给他了。小娃娃，这个世界本身灵气稀薄，老树精我修炼了上千年才结了2颗果子。上次看这老家伙中了断肠草，我好心给他一颗解毒，他竟然厚颜无耻赖上了我。那这个果子岂不是你最后的果实了吗？你为什么要给我？这太重要了，昭昭不能要。小丫头，你就拿着吧。从昨天开始，老树我就感觉到了体内涌现了异样的感觉，我可能要渡雷劫了。老树精，你是不是又要遭雷劈啦？那你还能活吗？昭昭，不要树爷爷死，树爷爷一定可以活下来的。树爷爷活了上千年了，没想到还会有人为了我的生死而难过，不枉费我送出了最后的果子。小丫头，你叽叽喳喳跟谁说话呢？你在唱什么独角戏呢？本王的女儿没什么别的本事，就是能听懂什么动物、植物说话。能听懂动物、植物说话？如今世上还有如此奇人呐！世间能有仙树，为何不能有奇人？啊，你这话说的也有道理。树爷爷说1000年才结2个果子，为了救你，已经给了你1颗。你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我守了这么多年不结果，原来是1000年才结2颗呀！哈哈哈，是老头我误会你了，下回我给你多施点肥。谁要你施肥了？老树我要的是灵气，他给老树我施了5年的肥，害得我5年来吸收的灵气越来越少啊！老爷爷，树爷爷需要的是吸收灵气，而不是那些阿杂之物。你这样只会影响他发育的。树爷爷还让我告诉你，你养的那些鸡鸭鱼，它们不爱吃稻谷，让你别再喂了。它们喜欢吃的是山间的蚯蚓和虫子。罗药仙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小娃娃是福星下凡，造福我大圣。本药仙多谢福星指点。谢老爷爷和树爷爷赐仙果。树爷爷说，此果可延长寿命，解世上任何毒。美人叔叔，你以后就可以继续为百姓惩恶扬善了。多谢郡主，下官的命是郡主救的，以后听命郡主差遣。
别这么客气。美人叔叔，你倒是自杀，爹爹要气哭了。你可是爹爹最喜欢的人哦。下官和摄政王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昭昭，那些小动物是不是又给你嚼什么舌根了？他说爹爹有回喝醉酒，误闯进美人叔叔的房间了，然后又被燕语拉出来了。那些话都是假的，不能信。可是他们不会骗昭昭的。有时候能听懂动物说话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王爷，宫里传话，太后想郡主了，想让郡主进宫呢。好耶，昭昭也想皇祖母了。好，你陪郡主进宫，正好，本王去衙里处理差事。是。姑姑，温室医生的那个小杂种，不知道使了什么巫术，竟让摄政王当了他的爹。那小杂种想要靠摄政王谋取荣华富贵。贵妃娘娘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假装太后召见郡主，将那小野种召进宫了。哼。你们是谁？见到温贵妃竟敢不行礼？昭昭见过温贵妃。这小丫头长得真水灵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过来，让本宫好好瞧瞧。这温贵妃上次一边杀人一边跳舞，这次又想要搞什么鬼？什么？这个女人这么可怕？你害怕本宫？我们家郡主乃是奉了太后之命进宫，你们谁敢动她？温贵妃心狠手辣，还有身孕在身，据说怀的还是皇上心心念念的小公主，不要得罪她。小丫头，快从侧面的小门往里跑，那里距离太子的寝宫最近。郡主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小贱蹄子，我们温贵妃叫你还敢逃跑？追！郡主，我们去哪儿啊？郡主，你快跑！春梅姐姐，你等我！太子哥哥！大胆！他是谁？太子殿下恕罪，这是新进宫绣娘的女儿，因为不懂规矩，这才冲撞了太子殿下。奴才这就带下去，好好教她规矩。太子若是没有其他事，奴才这就告退了。站住！太子还有何吩咐？你是哪个宫的？奴才是温贵妃宫里的。温贵妃宫里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放开他！太子是不是嫌他冲撞了你，想要略施惩戒？奴才下去就打他10大板，给他一点教训。你们想死？太子殿下饶命！太子殿下，我是昭昭。昭昭，怎么是你啊？温贵妃人见人厌，这可是告御状的好时候。来，本殿下带你去个地方。陛下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娘娘做主啊！小郡主目无王法，冲撞贵妃，害得贵妃娘娘差点流产。啊？什么？昭昭顶撞温贵妃？是啊，娘娘现在还在床上躺着，太医说都见红，这一胎恐怕都要保不住了。皇兄，昭昭绝对不可能做伤害他人之事。爹爹，
昭昭，你受委屈了。爹爹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独自去找母后了。多谢太子。皇叔客气了。昭昭，你没事吧？朕最相信的还是昭昭。哀家原本以为这皇宫里都是像哀家一样喜欢昭昭的人，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想要昭昭的命。皇伯伯，昭昭没有顶撞贵妃娘娘，娘娘肯定不会流产的。哼，流产？她要是真流产，朕还高看她了。蒋公公，奴才在。去将温贵妃带到朕的御书房，不管她有没有流产，能不能走路，就算是抬，也给朕抬到这里来。娘娘，您这招果真高明，既可以将您假怀孕的事掩盖过去，又能逃避追杀小郡主的罪责。最重要的是，您因为她流产，陛下肯定不会放过她的。真当温家人是好欺负的？谋害皇嗣，即便他是摄政王的人，也难逃死罪。娘娘，陛下派人来了。娘娘，我的孩子，是娘对不住，要保护好你。温贵妃，咱家奉了陛下的旨意前来，请你去一趟御书房。陛下没来吗？陛下在御书房等着您，您还是即刻动身吧。我们娘娘才刚消产，怎么能去御书房呢？放肆！陛下的旨意岂是你一个奴才可以智慧的？来人，给我掌嘴！陛下说了，不论娘娘是否流产，能不能走路，今儿就是抬，也要把您抬到御书房。什么？上！皇上向来宠爱本宫，放开本宫！给我抬！哎呦，看看这小脸花的，衣服都弄脏了。哎呀，一看就吃了不少苦头。皇祖母，昭昭没事儿。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啊？温贵妃又闯祸啦？昨天不小心听到她假怀孕，差点被追得跑断腿。皇祖母，我想和小白猫玩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昭昭啊，受惊了，皇祖母一定帮你讨回公道。去玩吧，啊！小白猫，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她怀孕是假的吗？当然有。什么？快说说。本喵要是告诉你啦，能有什么好处啊？本王听说你喜欢金子，只要你把证据告诉本王，本王可以送你一些金子把玩。爹爹，你能听到我们说话？不能。那你……我猜的。啊？怎么样？本王的提议，你可愿接受？陛下，温贵妃到了。人见人厌的来了，本喵先走了。到了就到了，让他在门外跪着。可是他……难道朕的话不管用了吗？是温国公，他带着一帮重臣和温贵妃一起跪在了殿外，跪求您惩治小郡主呢。温国公，昭昭外公，温家人为何一定要置昭昭于死地？很好，那本王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温家人。这温国公到底想干什么？手都伸到皇帝的后宫来了。皇兄前脚刚派江公公去请温贵妃过来，后脚温国公就带着朝臣跪在了殿外，也不知这温国公在皇兄身边安插了多少人呢？让他们都给朕滚进来！是。可怜了我的孩子，他就在臣妾府中，就只待了2个月。陛下，您可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这小郡主为何有些眼熟？陛下，即便她是摄政王的女儿，也不能目无王法。
郡主顶撞了温贵妃，让贵妃流产。您不仅没有处置她，还让温贵妃带着病弱的身体跪在这儿，真让老臣心寒。还请陛下严惩郡主，给温贵妃一个交代，给臣一个交代。这些家族都塞了女子进宫为妃，他们是利益共同体，肯定同仇敌忾。是昭昭顶撞了温贵妃，好，让她进来。奴婢参见皇上。温贵妃，您的人不仅打了奴婢，还口口声声的骂小郡主是小贱种。小郡主是王爷的女儿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也是在骂王爷呢？那都是误会，一定是下面的人口无遮拦，跟贵妃娘娘没有关系。误会？那昭昭害得温贵妃流产，也是误会了。贵妃怀的是未出世的皇子，小郡主谋害皇嗣，那可是大罪。可是温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啊，又怎么会流产呢？这小贱种怎么会知道？小郡主即便是再不喜欢本宫，也不能这样冤枉欺辱本宫。昭昭，不可胡说，王御医已经为温贵妃诊过脉，温贵妃确实已怀孕2月。皇伯伯，可贵妃娘娘真的没有怀孕，说不定王御医被她买通了呢。还有别的寓意吗？小郡主为何一定要血口喷人，污蔑贵妃？难道怕贵妃真的生下小公主，影响了小郡主你的地位吗？皇兄，昭昭不会说谎，臣弟以性命担保，请皇兄换一个御医，为贵妃诊脉。好，那就传太医，本宫行得端，坐得正。传太医院院长白御医。本宫就知道皇上一定会传白院长，白院长有求于本宫，那小贱种死定了。启禀陛下，温贵妃的脉象的确是小产的迹象。皇伯伯好可怜哦，太医院的人竟然跟着温贵妃一起欺骗你，这是完全不把皇伯伯放在眼里了吗？昭昭，不可胡说。小郡主，你真是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呐！白院长可是太医院医术最为精湛的太医，大圣朝有你这样颠倒是非的郡主，简直是大圣朝的耻辱！都给朕闭嘴！昭昭，是你救了太子一命，即便真是你不小心害贵妃流产，朕也会对你从轻发落。昭昭没想过太医院的太医会骗您。既然如此，昭昭有证据能证明温贵妃没有怀孕。青梅姐姐，拿出来吧。温贵妃，这是从你寝宫找出来的。温贵妃应该不陌生吧？这是西域产出的凝香丸，服用此药会让人身体散发异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但此药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，那就是服用此药者半年内都不可能怀有身孕。温贵妃，你来告诉本王，你是如何在服用凝香丸的前提下还能怀有身孕的？本宫，这凝香丸是本宫的没错，可本宫却1年内从未使用过它，本宫自然能怀孕。皇兄，您上次宠幸温贵妃是多久之前？朕记得是2个月前。那您那次可有闻到过什么香味？朕不记得了。那些后妃哪个不是费尽心机的讨好朕？朕记这个做什么？这好办，
凝香丸的人，不出3个月，他们的血液便会引来蚂蚁。只要让温贵妃放点血，事情自然明了。这些可都是聪明白猫告诉我的，你们肯定斗不过我。这可不行。服用凝香丸的血液还真会引来蚂蚁，我和温贵妃这次是真的完了。不行，贵妃娘娘刚刚流产，万万不能再放血。万一放了血，没有引来蚂蚁，小郡主又该如何呀？昭昭，昭昭，黄伯伯，昭昭用自己的血来证明，昭昭的血引不来蚂蚁，但是温贵妃的血一定可以。快给郡主包扎！昭昭，疼不疼？不疼。后宫和太医院都有人骗黄伯伯，昭昭心疼黄伯伯。温贵妃，昭昭不过5岁小儿，都敢如此证明自己，你是要自己证明，还是要朕帮你证明啊？我自己来。这温贵妃的血果然真的引来了蚂蚁！大胆温贵妃，你竟敢联合太医院欺骗朕！陛下，臣有罪。老夫的孙子得了软骨病，无法走路，需要千年忘露作为药引，只有温贵妃有此药，还有此药要挟老臣的。极客气，将温贵妃剥夺贵妃头衔，赐白绫。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！皇上不要，女儿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陛下，老臣愿以死谢罪啊！白敬山，你欺君罔上，革去你太医院长一职，杖责30，罢黜皇宫，永不录用。其余替温贵妃求情人等，一律杖责50，以儆效尤。臣等谢陛下隆恩。温国公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掺和朕的后宫之事，不如就到朕的后宫做一个太监总管，如何呀？陛下，臣知错了，您就饶了微臣吧。从今日起，温家50年不得录用。是，臣知错了。给我滚！老狗东西，敢欺负昭昭，罪有应得。今天天色不早了，本王先带昭昭回去歇息。哎呀，昭昭，你不会怪黄伯伯吧？不，怎么会呢？昭昭是你的家人，温贵妃也是你的家人，让黄伯伯做决定当然很难了。昭昭，你去好好养伤，记得常来皇宫啊。哎呦，昭昭今天真勇敢，但是以后万万不可再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，知道了吗？昭昭知道啦。温家人50年不得入朝为官，那我们温家还如何出人头地？这小野种，竟然把姑姑都斗死了，以后岂不是更加受皇上的宠爱，飞上枝头变凤凰啊？爹，那个小杂种其实是姐姐的女儿，不知道使了什么巫术，竟让摄政王当了她的爹。什么？她竟然是石姨的女儿？怪不得那么眼熟。爹，那个小杂种害我们温家落魄，我们可以趁此机会认回他，再次攀上摄政王，重获威严。好主意。等将他认回，就将他关起来，永远别想离开温府。啊？
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温国公府的人。听说我们丢失的小小姐被摄政王给救了回来，我们温家特此来接小小姐回府。你们小小姐是？我们小小姐名唤昭昭。不好了，王爷不在，温国公府来抢人了。这一半我吃，另一半给青梅姐姐吃。小丫头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什么坏消息？坏消息就是温国公已经知道了你是他们的外孙女，现在正在王府外，准备带着你回国公府呢。下人已经去衙门找王爷了。不要，昭昭不要离开爹爹。小丫头，你先别急，还有一个好消息你没有听呢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已经通知了我的好朋友俏俏，等会儿就会给国公府一个下马威，保管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找你。啊！小郡主来了，还给我们长了阅历。看来王府抢小郡主，你们国公府有几张脸啊？脸皮这么厚。你们家王爷呢？昭昭郡主乃是我女儿所生，她就是我的亲外孙女儿。昭昭郡主是温小姐所生，难道温小姐嫁个苏世子后，还跟我家王爷有一腿啊？你，昭昭郡主乃是我长姐所生。哦，长姐，小人怎么没有听说过国公府还有一位小姐啊？国公府的确还有一位小姐，名唤温时宜，因犯了错被赶出了门。既然被撵出了家门，那就跟国公府没关系了吧？你们现在找上门来，就是意欲何为啊？好了好了，我跟你们说不通，赶紧叫王爷出来，老夫要亲自跟王爷谈。爹爹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家王爷是你们想见就见得到的吗？小郡主，你别怕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。你一个王府的下人，有什么资格替你家主子做决定？更何况，那昭昭根本就不是王爷的血脉，而是温时宜偷人生下的野种。怎么？难道王爷就喜欢替别人养野孩子？还以为昭昭郡主是摄政王的亲闺女呢，原来是领养的。我那可怜的女儿啊！若非被奸人欺骗，她怎会犯下如此大错？还年纪轻轻就走了，丢下了昭昭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。爹，是啊，昭昭这么可怜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，不会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温家人既然是郡主的家人，那肯定会对她好好的。他们才不会对我好呢，就是他们害了娘亲。温国公不去春风楼里演戏，真是可惜了。爹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昭昭郡主，昨日是外公没认出你来，其实我们才是你血脉相融的亲人呐。爹爹，我不要去温家。好。没记错的话，昨天温国公还去宫中求皇兄惩治昭昭，想要他的命，今天就成了你的亲外孙了。你该不会是打着寻亲的名义，把昭昭接回府中好搓磨死吧？温国公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！不会不会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能折磨昭昭郡主呢？你看，鸟屎！我的好朋友俏俏来了。来人呐，快给我擦掉！爹，你没事吧，爹？这温家是不是遭天谴了？这鸟偏偏在温国公头上拉屎！你们给我闭嘴！再敢诋毁国公府，相信我扒了你们的舌头！你这个臭鸟，敢冲我拉屎，我杀了你！
臭臭，拉的是最臭的屎。还真是遭报应了。他刚说要拔我的舌头，鸟就在他头上拉屎了。爹，我们快走吧。刚出宫就看了这么一场好戏，以后温家就会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了。谢谢你，小黄叫你的朋友来帮我。昭昭，你太厉害了，竟然能让动物帮你！你是不是福星转世？欺负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。你干得不错，今后你的骨头本王全包了。昭昭能听懂动物说话这件事，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昭昭，听说你昨天在皇宫里受了伤，我和二哥听闻，立马就来看你了。你没事吧？只是一点小伤，谢谢二哥、六哥来看我。既然昭昭能听懂动物说话，哎，昭昭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哎呦，不准带他去书院。绝对不会。娘亲，你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呢？小杂种，给我等着！今天的仇我一定要报。又是因为温氏姨生的那个小野种。夫人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他。六哥、二哥，我们要去哪儿？二哥之前在一个地方输得个精光，今天我们有昭昭在，一定要把之前的钱都赢回来。到时候二哥给你买一堆宝贝，好不好？昭昭要帮二哥把之前的钱都赢回来。走。买你你相信我。这数目垃圾的怎么可能？来压一波赚一波啊！压一波赚一波啊！来买地离手了，买地离手了！压一波赚一波啊！别犹豫啊！就压这个，妹妹，你快看那里面几只鸡，哪只更厉害？可以。我压3号，你呢？个头那么大，一看就得赢。你呀，一看就是新手。你看这3号，看着个头大，有什么用呢？还得是我们常胜将军，哎，就没输过。来，常胜将军，二哥，买那只2号秃头鸡，一定能赢。妹妹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那只鸡蔫蔫的，它都快死了。二哥可是把所有身家都压进去了呀。二哥，你信我。那只常胜将军今天吃了不新鲜的食物，有点拉肚子。你看着啊！别看他现在威风，待会儿肯定会没力气。你看这个，还有那只鸡，刚和新上鸡分手，现在只想哭唧唧。还有那只，够了，妹妹，二哥都听你的，我要2号鸡。哎，又来一个送钱的傻帽啊！你们等着瞧吧。待会儿肯定会输给我二哥的。上一个这么嚣张的，都已经沦落到路边乞讨了。有钱家的傻孩子就是多呀。我绝不可能输的，你们等着啪啪打脸吧。哎呦！脚踏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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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他！咬他呀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咬他！咬他！上的上的！咬他！3号！3号！咬他！3号！哎呀！昭昭，你太厉害了！2号真的赢了！想要玩什么，想要买什么，二哥都给你买，好不好？二哥，我也想要。好，都给你们买。奶奶的，竟然被3个小孩给赢了！走，带你们买好吃的去。走。哎，咱们把他们的钱都抢来，然后再……不，他们能那么准确、无误的选择斗鸡，身上肯定有异于常人的技能。把他们抓起来，严刑拷打。
我倒要看看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。走。二哥，你买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和六哥都快拿不下了。待会儿叫人送王府里。小馋猫想吃酱板鸭。你在这里陪妹妹，别把人弄丢了，我去给她买酱板鸭。你在这里陪妹妹，别把人弄丢了，我去给她买酱板鸭。放心吧，二哥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昭昭有事的。给妹妹买的礼物。妹妹，昭昭。昭昭呢？我不知道，刚才有好多人涌过来，东西都洒了。等我捡起来时，昭昭已经不见了。蠢货！您刚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着红衣服、这么高、差不多5岁的小女孩？没见过。刚才来了一群人，我看他们往护城河那个方向走了，说不定你要找的人也被挤过去了。谢谢。不好啦！河里死人啦！河里死人啦！啊！昭昭！这小兔崽子，人呢？算了，得吓死他们再来斗鸡场，弄不死他。走。哎！啊！正好拿回去喝酒啊！走。哎，你说这人怎么就淹死了？真是世事无常。昭昭，谁家的女儿啊？小小年纪的，还好不是昭昭。昭昭在哪儿？如果找不到昭昭，皇叔会杀了我们的。哥哥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妹妹，昭昭，你去哪儿了？吓到二哥了。对不起，二哥、六哥，刚才来了好多人，不小心把昭昭给挤走了。大理寺办案，其他闲杂人等速速退去。走吧，别看了。走。回家吧，别看了。美人叔叔，小丫头，这里很危险，你爹爹呢？美人叔叔，昭昭好久没见到你了。美人叔叔。哦，小丫头，乖啊，在外面不许喊我美人叔叔。大人，据汇报，此处并非是案发现场，周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。这具尸体大概是从别处飘过来的，死了至少也有3天。扩大搜查范围。是，大人。扩大搜索范围。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！谁来救救我呀？有没有人啊？快来救救我！我快不行了。谁？我要喝水。我刚才是不是听到尸体说话了？喂，小丫头，快救救我！我快渴死了，再不救我，我就要死了。昭昭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不打扰大理寺办案，回去了吧？好，走。我什么时候也能听到尸体说话了？喂，谁来救救我？我要死了！哎呀，不能见死不救！小鱼，救救我！吓死昭昭了！还好是小金鱼在求救，不是尸体在说话。哎，小丫头，你是不是能听得懂我说话？你真的能听得懂我说话啊！太好了，那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啊？不行，这里死了人，昭昭还要陪美人叔叔找凶手呢。我知道他的抛尸地点在哪里啊！我刚从家里偷跑出来，就被这具尸体砸晕了，还被他困在衣服里出不来，这才飘到了这里。小鱼，你好可怜，那你还记不记得回家的路？不记得了。不过当时他被丢进河里的时候，我听到那2个凶手提到过长乐坊，我的家肯定就在长乐坊附近。长乐坊，美人叔叔，
2个，6个。昭昭，你不是要放了这条鱼吗？怎么还在你手里呀？2哥、6哥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要帮美人叔叔破案。美人叔叔，小鱼说他知道凶手的抛尸地点，他愿意带我们过去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带他回家。他的家就在长乐坊附近，也是抛尸的地点，但是他记不住回家的路了。美人叔叔他见过凶手的模样，可以帮你找到凶手哦。阿玉，去找个水缸，即刻去长乐坊。是。哦，这2位是？这是2皇子和6皇子。好，在下大理寺少卿参见2位皇子。下官想要将昭昭郡主带走协助破案，下官一定会保护郡主安危，还望2位皇子恩准。要是妹妹有个3长2短，等皇子砍了你的头。是。走，周兄，请啊，舒舒服服的啊。上来嘛！京城中最近有多少少女失踪？3个月内，失踪报案人数一共有31人，年龄都在12、13岁左右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刚才的尸体极有可能是那些失踪之人的其中1人。对。大人，属下曾听其他人说起过，这长乐坊的歌姬个个妩媚妖娆，且浑身散发异香，经过的人都像被勾出了魂魄似的，流连忘返。莫非这些歌姬也有古怪？还需要仔细排查一番。是。大人慢走啊，别摔着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大人，咱们长乐坊可是犯了什么事儿，还劳烦大人们亲自过来一趟。好臭！哎呦，这小丫头长得可真俊啊，真适合我们长乐坊。放肆！敢招惹昭昭郡主，10个脑袋都不够你掉的。郡主，小人有眼无珠，还望郡主见谅。大理寺督察，闪开！哼。哎呀！几位官爷可有发现什么不妥？若是没有，还请官爷快点离开吧，客人都害怕呢。怎么样？小鱼说没见到那2个人，他们不在这里。难道和长乐坊无关？造孽呀！好好的姑娘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空有一副美貌，像是个人偶娃娃。美人叔叔，那个姐姐她的样子好可怕。哼，这舞姬果然有古怪。哼。主人，被处理掉的人偶不知为何飘到了护城河里，现在已经惊动了大理寺。废物！老夫不是让你们做的干净一点吗？怎么会惊动大理寺？主人，即便大理寺找到了尸体，也断然不会查到我们长乐坊头上。新到的那批偶人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回禀主人，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，马上就能派上用场。滚吧！别再给老夫抽任何岔子。是。不好了，主人，大理寺的人来了！阿印，谁敢坏我的好事？是你，小野种！
好一个翰林院编修啊！上一次就派人对昭昭郡主大不敬，既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那就把舌头割了。昭昭郡主，小的知道错了，求您不要拔掉小的舌头。我问你，他怎么像个木偶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回昭昭郡主，长乐坊的武器就是这样，只要主人不发话，他就会一直跪着。起来吧，你不用继续跪了。是，奴这就退下。是他，他就是那2个杀人凶手之中的一人。大坏蛋来了，好可怕！他该不会又要抓年轻少女去长乐坊的密室泡药池子吧？少卿大人，今日来到我长乐坊，可是还有别的事？护城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据目击证人说，那尸体是从长乐坊后院丢入河里的。管事，你是否该给本官一个解释？这怎么可能？我长乐坊清清白白，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这个大坏蛋还敢信口雌黄！教授他们呢？既然如此，管事应该不介意我们再检查一番长乐坊吧，尤其是密室。他怎么会知道密室？但是密室的入口只有主人能够打开。哼，别人休想进去。给我查！是。哼。我们长乐坊可是正经做生意的，绝对不会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少卿大人可不能冤枉了好人。蠢死了！找这么久都没找到入口，地下室夹层开关就在柱子根部的凹槽里，快去踢一脚呀！啊！气死了！大坏蛋已经命人开始从地下通道转移偶人了。这些人再不下去，就抓不到他们现行了。阿玉哥哥，怎么了，小郡主？开关就在那边那个。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？住手！啊不，住脚！这里有暗门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把长乐坊所有人都给我拿下，带去大理寺审问。别看。大人，这里面的少女和报案失踪的少女年龄相符合，可以安排家属来认人。一会儿安排人来认。小丫头，还有一个抛尸的凶手不在这里，可能已经逃跑了。什么？这招怎么了？当时抛尸的时候，那个管事身边还跟着一个裹着白袍的人。那个人身材矮小，但是却很壮实，而且什么？那个人浑身裹得太严实了，唯一露在外面的双手布满了黑色的纹路，好恶心啊！美人叔叔，还有一个抛尸的人逃走了。刚才那个管事喊他主人，而且那个人浑身裹着白袍，手上全是黑色的纹路。莫非是南疆国的巫毒师？传闻南疆国巫毒师性格怪异，阴狠毒辣，手段极其凶残。派人去追，不能让他再大声猖狂，否则还会有别的少女落在他的手上。是。谢谢小鱼帮昭昭破案，我能回家了，我要见娘亲。小丫头，再见。小鱼，拜拜。去吧。
姜慈州。王爷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爹爹，姜慈州，长乐坊那是什么地方？你还敢背着本王带着昭昭陪你去断案？你好大的脸啊！爹爹，是昭昭自愿的。王爷，下官的命都是昭昭郡主救的，昭昭跟着我，绝对不会出事。闭嘴！爹爹，你不要怪美人叔叔，不然我就到处说爹爹喝醉了酒，闯进了美人叔叔的房间。这个坎就过不去了是吗？昭昭，你知道吗？爹爹今日从国师府回来，听见你们遇见了尸体，又是去长乐坊，真是把爹爹给吓坏了。以后不管你去哪儿，都要告诉爹爹，知道吗？如果昭昭是我的女儿就好了。你做梦啊！把你美的！小贱人竟敢毁了我的长乐坊，坏我财路，我定要他付出代价。长乐坊所有人都被抓了，只有南疆巫师逃了出去。那南疆古尸最擅长做人偶，让他带着那小野种的人偶来见我，我给他黄金100两。是。夫人，我已经找到了让那小野种生不如死的办法，你尽管等我的好消息。世子爷，都靠你了。爹爹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去国师府。国师5年前云游外出，一直不曾回来，前几日突然回来了，点名要见你。国师？昭昭不认识什么国师啊，他为什么想见我？国师不是坏人，见了他就知道了。来了。参见国师。你身旁的，就是你刚找回来的女儿，她的娘可是温时宜。国师，你见过我娘？本国师当然认识这个坏东西。我不允许你说我娘坏话。哟，坏东西生的小东西，还挺有脾气。哼，你到底是谁？和娘亲什么关系？凭什么说她坏话？温时宜被逐出中永侯府多年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。到底怎么认识受万人敬仰的国师的？这么大年龄了，还欺负一个小丫头，真丢人啊！就是，话说这老头半夜还偷偷看关于摄政王的话本子呢，就是那本《最美权臣狠狠撩摄政王爷强制宠》吗？哎呦呦，这要让小丫头她爹知道，不得跟着小丫头一起骂他呀！哼，糟老头，你到底怎么认识我娘亲的？你不告诉我，我就告诉我爹，你床头放着的那个画本子。小丫头，你说什么？老夫的床头放了什么书？是吗？那是谁天天半夜看《最美权臣》？给我闭嘴！这小丫头怎么会知道我的秘密？哎呦，小丫头长得可真稀罕，和你那娘亲一样好看。不知国师今日让我带昭昭过来，所谓何事？这是他娘5年前放在我这的东西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温时宜能将东西存放在国师这里，关系可就不一般了。你说他让我帮他保管玉佩也就罢了，临走前还顺手拽走了我唯一的一颗还魂丹，真是气死老夫了。糟老头子，不许你说我娘亲！5年前，他为了救你这个小东西，偷了我的还魂丹，我骂了他2句，怎么了？国师可否得知，温时宜，他上个月已经死了。
你说什么？温时宜，她已经死了。时宜本是我最看好修天道的奇女子，但这小丫头刚出生的时候只有一魂两魄，是个痴傻儿。时宜用还魂丹补齐了小丫头的三魂七魄，果然换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生死自有天命，那都是他的命。现在玉佩已经给你们了，没什么事，赶紧走吧。昭昭，这是你娘亲留给你的东西，就当你娘亲还陪在你身边。昭昭一定会保护好玉佩的，这是娘亲唯一留给昭昭的东西了。走吧，跟爹爹回家。臣妇参见摄政王。听枢密院的副院士说，国师大人刚回来，便点名说要见温国公府的小小姐，也就是我们家瑶儿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家瑶儿怎么就入了国师大人的眼，得了国师大人的青睐。然后呢？我家瑶儿出生的时候便天降彩霞，别人都说她是小福星转世呢。国师大人这次喊她来，说不定是想要收瑶儿为徒呢。福同转世，收她为徒，那本王就在这等世子夫人的好消息了。我家瑶儿就要踩到小贱种的头上去了，她都不着急。哼，算了，反正很快这小贱种就要被做成人偶，任我们摆布了。臣妇先行告退。爹爹，我们不走吗？不急，咱们先看会儿好戏。参见国师大人。国师大人，这就是小女慕瑶。你们是哪里来的东西？真当老夫这国师府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？国师大人，枢密院的副院士说，是国师大人点了名说要见我们温国公府的小小姐。我要见的是温国公府温时宜大小姐生的小小姐，听懂了吗？就凭你们也配见本国师？滚！赶紧滚！又是温时宜那个贱人。爹爹，国师一直这么暴躁吗？现在知道他刚才对你多客气了吧？戏看完了赶紧走，省得留在这里烦人。国师大人，请吧，别打扰国师休息，小心国师大人把你们扔出去剁了喂鱼。哼！他们怎么还在这里？刚才我们被国师赶走的朽样，肯定被他们看得一清二楚。王爷怎么还在这里？不是世子夫人让本王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？怎么，国师可有收你女儿为徒？没有，许是国师大人今日心情不好，我和瑶儿改日再来，国师大人定会收瑶儿为徒的。裴荣景、昭昭，你们等着瞧！哼！那摄政王一直陪在郡主身边，根本不好下手。本巫师还没练过小娃娃人偶，不如先抓这个练练手。喜兄，给点钱吧。小乞丐，你可真臭啊！你怎么还不去死？哎呦，姑奶奶饶命啊！哎呦，瑶儿，玩玩就好了，别打死了。哎呦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打死你！哼，叫你不听话，打死你！别打了！瑶儿，
来人！全城找寻小姐，找到小姐我赏100两。是。世子，已经过去3个时辰了，还是没有瑶儿的消息。瑶儿到底被谁抓了？瑶儿会不会已经……瑶儿是负心转世，瑶儿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大理寺，咱们可以去求大理寺帮忙找瑶儿。睡吧，睡吧，等你醒来，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人偶了。江大人，小女已经失踪了3个时辰，请江大人派人全城搜寻小女。你们可有什么仇家？只有摄政王和那张……怎么？你的意思是摄政王拐走你的女儿？那人不是这个意思，小女才5岁，生死未卜，求求江大人。本官会派人搜寻，只能尽快，但不能保证找回来的苏沐瑶是生还是死。夫人，我的瑶儿。但是有一个人，或许能在1个时辰之内找到苏沐瑶。是谁？只要能找到瑶儿，金银财宝，我们什么都愿意给。摄政王之女，昭昭郡主。摄政王之女，昭昭郡主。你的意思是，昭昭郡主能在1个时辰内找到瑶儿？江大人，你就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开玩笑了吧。张屠夫一案、长乐坊人偶一案，本官都是在昭昭郡主的帮助下结案的，信不信由你们。送客，请吧。去摄政王府。既然你们如此厌恶摄政王和昭昭郡主，那便好好去求他们吧。哼。这么晚了，谁找我呀？昭昭郡主，求求您开恩，救救我女儿瑶儿吧！苏沐瑶出什么事了吗？傍晚自郭师傅分别后，瑶儿便被人趁我不备掳走了，到现在还生死未卜。我的瑶儿才7岁，她不能有事。大理寺的长青说，昭昭郡主您神通广大，你一定有办法救回瑶儿的。昭昭郡主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瑶儿吧！一欢姑姑，我娘亲自杀，是不是你逼迫的？温一欢，是你自己的女儿重要，还是一个即将被拆穿的谎言重要？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想清楚。是我怕苏世子对他有旧情，用你的性命逼迫他自杀的，但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的瑶儿是无辜的。夫人，温十一自杀是你逼迫的，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世子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瑶儿。一欢姑姑，我帮你找到女儿，你就去大理寺自首。不用你自首，本王自会派人抓你入大牢。杀人偿命，苏沐瑶失踪，又何尝不是你的报应？只要能活着找回我的瑶儿，我甘愿入牢。断竹、续竹、飞土、竹绕。小动物们，帮我找一下苏沐瑶好不好？如果有她的消息，立马来告诉我。昭昭，你就交给我们吧。
谢谢你们。你刚刚是在和动物说话吗？交给他们，你们就放心吧。这都快过去1个时辰了，交给他们真的可以吗？苏世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你现在除了相信昭昭，还能做什么？不行，我要再派人手去找瑶儿。爹爹，我们快去城郊王村茅草屋。去城郊王村。快走！瑶儿，想想我的瑶儿！苏世子，您怎么会来？好大的胆子！本世子的女儿也敢练成人偶？什么？她居然是苏世子的女儿？我不知道啊！将她带走，押入大理寺，交给江大人处理。是，王爷。是苏世子让我抓昭昭郡主练成人偶，我一直没机会下手，这才抓这个娃娃过来练手啊！什么？苏怀瑾，你简直自食其果！把苏怀瑾和温以欢给本王一并抓入大牢。是。王爷饶命啊！谋逆皇嗣是死罪，把他们拖走。饶命啊，王爷！王爷，饶命啊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昭昭，你放心，有爹爹在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你。昭昭也会保护爹爹的。好。我们家郡主啊，出落得越来越水灵了。娘亲，虽然爹爹不是我的亲爹爹，但他对我真的很好。伤害您的人也已经不在这个世上。娘亲可以放心了，爹爹呢？王爷这会儿应该在书房的吧？等找到你，本王一定要将你娶入府中。你也一定会喜欢昭昭吧？昭昭是多么可爱的女儿啊！爹爹，想爹爹了？爹爹，你为什么要画娘亲的画像啊？你说，这画像上的女子是温诗怡？我的娘亲就长这样。昭昭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早一点找到你和你娘亲，你和你娘亲就不用再受苦了。爹爹，你是我的亲爹爹吗？爹爹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我们昭昭长大以后最想做什么呀？是骑马射箭，还是琴棋书画？爹爹都给你找最好的师傅。真的吗？昭昭想像美人叔叔那样抓坏人破案，想成为大理寺少卿。大理寺太危险了。爹爹，你刚刚才说什么都满足我的。王爷，大理寺少卿江大人求见。美人叔叔。不见，就说本王没空见他。王爷，江大人要求见的人不是你，是昭昭郡主。我要见美人叔叔。王爷，郡主，是不是又有什么案件来求助昭昭郡主？是。江此州，你曾经惊人的破案手段呢，现在没了昭昭，你是不是就不会破案了？美人叔叔没关系的，昭昭喜欢破案。这个案件还真是非昭昭郡主不可。
江大人，这位是昭昭郡主。既然你们无法满意本官的判定，那就将实情转告昭昭郡主，她一定能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昭昭郡主，我要和他分家，我和他过不下去了。可是我们还有个养殖场，里面有39只鸡，22只鹅，还有2只鸭。江大人判我们一人一半，多出来那只鸡杀了吃掉再分家。可是那些大鹅都是我亲手喂的，下蛋勤着呢，能挣不少钱，怎么能一人一半啊？昭昭郡主，那小鹅和鸡鸭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谁不比谁付出的多呀？我还不愿意跟他一人一半分呢。本郡主知道了，带1只鸡、1只鹅、1只鸭子上来。让这些畜生上来有什么用啊？鸡整天在家里，根本就吃不饱呀。我知道了。他知道什么了？李四，买鸡饲料的钱你拿了多少去赌？你自己知道，这39只鸡一天没有吃饱过。什么？我给你买饲料的钱你拿去赌了？我说怎么原来50多只鸡死的只剩这么多了？我没有。李四，那群鸡根本就不想跟着你，但是鸭子确实是你拉扯大的。那2只鸭出生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，他已经把你当成他们的爹了。我就知道他们喜欢我。李四，本郡主宣判，那2只鸭给你了，剩下的鸡和鹅都分给你的夫人了。谢谢郡主，谢谢郡主。不行，凭什么只分给我2个鸭子？江大人，要不还是听你的，一人分一半吧。这郡主根本就是在瞎办案的。昭昭郡主金口玉言，本官都听昭昭郡主的，还是你想让本官再派人把赌场的人带来，看看你在赌场到底败光了多少钱？不了，不劳烦江大人了。昭昭郡主，谢谢你，这只鸡送您了，您带回王府来补身体。我犯了什么错？今天来公堂做个证就要被杀了吃了。小公鸡不要着急，我不会杀你的啦。谢谢。昭昭郡主，你是喜欢红烧啊还是清炖啊？咱们回王府再说。江大人，要不您同我们回王府一起吃吧？我不想被红烧，也不想被清炖。这鸡啊，肯定是吃不上了，就不去了。吃不了鸡，不能吃别的了？让你做客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他们到底吃不吃我？小公鸡，我们不会吃你的哦，你就在王府里开心的生活吧。谢谢小丫头。本王想通了，昭昭喜欢破案，就让她多跟着你。她在公堂上认真办案的样子，就像在发光。啊，多谢王爷。昭昭是我的女儿就好了。你做梦！